没题材了，朋友们。讲历史没人听，讲科学没人听啊！我的雷锋啊！那么没关系，我们今天来聊聊一位人物，我也不是要聊一位人物，我们听一下一位人物的一个访谈。这个人呢，就是我校的校长。那我必须说，在我的求学阶段，我的求学生涯当中呢，我觉得我校的校长真的是世界上最温暖且最圆滑的校长。他的口才非常的好，所以其实我很想去访问他，但他都没有时间，而且我怕他没有时间啦。我跟他讲过2次话，那因为我这2次话都是非常的刚好遇到的，不然一个平民对待一个，你知道吗？我遇到老师可能好。那在去年呢，去年的9月，2025的9月，我校的校长以及我们学校的一位英文老师，我校的校长就我们学校的一位英文老师。对不起，我刚才一直看我的荧幕，我发现有镜头在这里，对不起，我现在看着我的镜头 ，OK。那这个校长呢，还有我校的一个英文老师，接受了所谓高雄广播电台的一个可能是邀请之类的吧，然后来探讨老师的第8节课。对，老师的第8节课。好，老师的第8节课。那当然呢，同时我也是一个教育的研究者，对于学校的教育体制，对于偏乡资源、偏乡校园遇到的困境，我是当然有去了解一些，但也不是那么的全面。我觉得啦，我们就来好好的听一下自由读书日老师的第8节课 ，OK， 来吧。这本读完不后悔，用好书开启视野，自由读书日。欢迎收听今天的自由读书日，我是志源。今天的非常高兴节目当中，志源邀请到旗山农工的校长潘志强校长来跟大家做分享。校长您好。主持人及各位听众大家好。同样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由商周出版的《老师的第8节课》，邀请到作者戴一群老师。老师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邀请到2位来跟大家分享，校长来跟我们聊聊在偏乡的高职当中遇到的资源困境，或者是说教育上面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我们学校是国立的旗山农业及工业的职业学校，在我们教育部里面，它是归类在所谓非3非4的一个地区。地理位置在我们高雄市来说，当然相对来说是比较偏僻一点。大旗美总共有9个乡镇，这个唯一的一所公立的高职学校。当然学生的一个来源，还有他的一个家庭背景，相对来说会比市区还稍微弱势一点。即使如此，我想公立学校还是有它应该扮演的在地教育的一个角色。资源政府也是很重视也投入相关的经费来改善资源我们相对偏乡地区的教育。希望说把每一个孩子，即使现在少子化的状况之下，能够透过这些资源的一个运用，把每一个孩子呢都能够带好。是在这个部分呢，想请教校长，目前学校总共有几个科系？我们学校目前主要是有9个职科，那另外还有一个综合职能科，10个科系。聊到这个部分呢，就要来帮听众解惑了。我们讲到综合职能科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科系因为呢，它算是过去我们在讲的特教资源班的学生，很多的学校里面会将比较轻微状况的学生融入在不同的班级当中，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融合教育可是在旗山农工呢，有这样子的一个班别去协助这些学生，在学校里面大概提供了哪一些资源去给这些学生，然后可以为他们做一些什么？
我们是在112学年度成立了这个综合职能科，在早期大奇美地区的特殊教育需要做集中式服务的孩子呢，可能要舟车劳顿到市区，特别是仁武特教这个地方来。那也有鉴于这个地方的需求，所以成立了这个综合职能科，以集中式的方式来服务这一些特教的学子。那在我们综合职能科里面，主要是以服务类群的课程，包含园艺、植物的种植，还有洗车这样的一个课程为主。最主要就是希望说，透过这一些技能的一个养成，让我们的孩子毕业之后，至少都能够安身立命，有一技之长。这点非常的不容易啦，因为毕竟呢，他们将来还是要步入社会，要在这个社会上求生存，总不可能仰赖社会的资源哦。如果有一技之长在身呢，其实对于他们的人生也会有所注意哦。那我想要请教老师，就是您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啊，你到旗山农工服务多久了？目前服务是第6年，实际上整个教学生涯是16年哦。我是调到旗山农工来，我觉得调到旗山农工来反而对。不要以为很老了，我认识很多老师已经快60了 ，OK， 这还算年轻，懂吗？对我来讲是一个，我觉得虽然它比较偏乡，有些老师可能会觉得，偏乡相对比较不方便，那甚至农工哦，尤其是工科的孩子，有时候心目中想象说，比较活泼，以至于有些老师不太会把这个旗山农工比较偏乡的高职列入他们的首选。可是我觉得我到这个学校来，我有找到就是我付出的价值。我们的学生刚刚校长有提到，就是来自于比较偏乡的地区。我的学生有来自于六龟，甚至有来自于桃园区复兴部落的一个原住民。在这边在帮助孩子的时候，我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找到一个能够付出的地方，然后学生真的需要你的地方，我觉得还蛮棒的。在从事教职的过程当中啊，你有没有想要打退堂鼓的时候？有啊，其实尤其是刚教书的前5到10年啊，教书的第1年我就很想放弃啊。那一年我在一个住宿学校教书，第1年教书比较没有经验哦，跟学生有一点冲突，台下就一只手表往我脸上飞上来，还好我没有被砸到啊。可是那一次就有跟学生有一些冲突，难免会想说到底是哪里自己做的不好，或者是不是自己不适合担任教职，都会产生一些自我怀疑，就会想说是不是要转行，尤其是刚毕业嘛。那个时候其实有很多的自我怀疑。我记得我第1年最惨的时候，我要踏入教室，然后因为那是一个住宿学校，那老师也住宿，那时候要踏入教室之前，我会先大哭一场。我走进教室的时候，我都觉得举步维艰这样子。对，这么戏剧化？也没有戏剧化，那个是真实的反应嘛。那是很煎熬的啊，必须说第1年的时候付出蛮多惨痛的代价。那在教书第几年之后，才开始让你慢慢的转念，觉得说你有这个义务，想要去尽这样的责任来教育这些孩子？第一个就是在一个职场久了，你会成长嘛。那越来越熟悉这个体制，越来越熟悉学生，越来越知道学生的需求，那也知道怎么跟学生做一个沟通。我也不知道是从第几年开始，尤其是刚教书的那几年，第一个家长也不信任嘛，他会觉得哇，老师怎么这么年轻，可能大学刚毕业，他真的有办法帮助到我们的孩子吗？那再来就是说自己也会有一些自我怀疑，教书的前几年也有被投诉过啊，还有换过学校。我在天主教学校服务的时候，有一位校长陈方济校长，那我觉得他给我的帮助也蛮大的。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有找到我在学校的价值，比如说我帮忙学校做英文的圣经话剧啊，然后我找到跟学生沟通的方式。大概是第6、7年，我就觉得我好像适合当一个老师，好像可以帮助学生成长，然后帮助学生在语言学习上面，因为我本身是教英文的，那是产生兴趣的。其实蛮不容易的，在16年的教学生涯当中，老师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学生啊？有啊，因为我现在在旗山农工服务啊，那其实在偏乡服务，我们蛮多时候要帮学生代垫一些费用，不管是检定费用啊，甚至我前阵子才代垫了学生的退租的一些尾款，然后让他回家，他才愿意回家住。
我记得有一位学生也是我班上的学生哦，那时候他不愿意考检定，那也是一位让我蛮头痛的学生。可是我一直觉得他是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教育体制下，透过他的努力，然后学得一技之长。那时候考的是饮调，因为我带的是家政科的学生，他们要做饮料调制这样子。那我觉得这张证照也蛮重要的。那时候他不愿意考，是因为他不愿意把钱花在考证照的费用。然后那时候他跑来跟我讲，他说：“老师，我不想考。”问了他一下原因，那他就说他不愿意把钱花在这个地方。那我当时觉得蛮可惜的。再来就是我觉得我们也要给我们学生一些目标啦，不然让他们觉得好像不用考照啊，在学校过一天算一天，过5天送2天这样。那我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好，不然这样，老师帮你出证照费用，你有考过了，你考虑一下你要不要还老师。那你没考过了，你不还老师，那也没关系，我们交个朋友。我那时候真的是原句这样跟他。等一下，我没有看过那么好的老师就是愿意给学生付这个检定的费用，因为他教学生涯这位老师他才16年嘛，16年基本上吐个口水，16年基本上薪水其实也不太高啦。还愿意这样子付，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贵人了啦。对于这个孩子来讲，这个老师其实真的是贵人了啦，真的啦，我都遇不到帮我付的啊，没有，好不好，开玩笑，继续讲。然后他那时候就很感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有跟我说啦，他说第一次有老师愿意相信他。我还记得那个证照费用是2280，那就帮他出了，然后他就去考。那他也顺利的通过了。这个学生其实他家里也有一些状况，他是后来是休学，他没有读完，不过他这张证照是有考到。280当然也没有还我那时候，祝福他就是转换一个环境。他后来先到职场上去历练自己，1年后他有回来找我，然后写了一张卡片给我，卡片后面就有2200块。心里第一个反应说，那还有80块呢，没有啦，开玩笑。那当然是看到就觉得很感动。学生其实都记得，其实那个学生我印象蛮深刻的，因为那个学生也有跟我们一起到校长室过。对啊，那其他的太多学生了，就包含了我们有8家将的学生，网络上有时候会说，秦农是所谓的89学校啊，或者说什么讲难听一点，什么猴子学校。对，澄清好不好？我必须得承认，可能部分是啊，但不是全部。我是吗？对不对？还是一定有事，而且我觉得这是一种文化的体现嘛，对不对？毕竟中华民国台湾现在已经被什么一堆什么大陆的文化所影响了。毕竟这个之前是什么？那抖音嘛，抖音也算是中国大陆传过来，8家将士嘛，不是吧？所以我们必须往一个好的一个方向想嘛，对不对？它也是这种文化。他只要没有作奸犯科，没有成为一个社会的乱源，我觉得都 OK 啊，对不对？我们庙会活动什么抬轿，我觉得都 OK 啊，对不对？就是要不要去影响到其他人，对，然后半夜那边抬轿然后吵到邻居然后大成功在那边喊闭嘴啊，不是陈时中啊，下。可是我的学生就有8家将，很虔诚的，对宗教有信仰非常虔诚的一个8家将。那我也是去看他绕境。那我们还有种水莲的学生，这些都是我觉得很印象深刻的。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的差劲，或者是说那么的不堪哦。而且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老师对我，我也会很感动啊。老师要帮我出钱呢。学习的历程当中啊，如果遇到恩师呢，其实真的会影响你一辈子。像我会踏入这个行业，其实跟我的老师也是非常有关系。在学校的时候，我参加了很多的演讲比赛，主持了学校的活动。所以老师就觉得，其实你蛮适合走传播这个领域的。我从来没有去做职涯探索，挖掘到自己适合走传播这个领域，就是老师的推荐之下，然后才让我选择了这样的科系。结果阴错阳差就步入了这一行，一直持续到现在。所以我觉得我遇到了很多贵人，也在成长的历程当中，我觉得老师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有时候我们可能对于这个科目或者是对于这个东西不感兴趣，也是来自于老师，因为老师的
指导方式让你对于这一个东西产生厌恶，你就会排斥它。可是并不是说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没有注意，而是因为这某一些人为因素而让你产生了这一些不开心的事情。那老师刚刚分享这些故事啊，其实还有很多点点滴滴哦，我们都可以在这一本老师的第8节课当中去发现。请教老师一个问题，在这一个文凭通膨的时代，为什么老师会想要到偏乡里面去服务？大家就觉得在市区不是很好吗？在市区有很多的学校，你可以指导很多的学生进入到更好的大学，然后对于你的民生也好，或者是对于你的升迁也好，都比较有机会啊。我要调到高雄来的那一年，我本来在新北市教书哦，那一年我生病了，我得了甲状腺癌啊。那我就想说要做一点改变，教育体制有一个机制叫做介聘。那我的女朋友在高雄啊，那时候我休养了一阵子以后，我就跟她讨论说，是不是转换一个环境，我可以来高雄，对，我可以到高雄来。那我就到网络上询问了一下，刚好有一位旗山农工的老师也想要回到新北市。当初有几个选择啦，我后来查了一下，我发现旗山农工好像也没有很远啊。我住市区，那到旗山农工大概40-50分钟，这是一个可接受的距离。然后我觉得高职学生跟普通高中的学生也不太一样。那虽然我们自己是教英文，我们会希望说，是不是在普通高中的时候，英文毕竟是主科啊，大家会比较重视。可是我觉得我教学方式是我觉得我蛮希望是引发学生兴趣。教书的前几年，我有跟高职的学生接触过。我以前在天主教学校的时候，也有接触过高职的学生。我觉得高职学生普遍非常重义气，再来就是偏乡的孩子又更所谓的朴实一点，有话直说。对，然后我觉得这样的孩子算蛮可爱的。那还有一个啊，高职不用改英文作文，高中要改非常多的英文作文。那时候我就想一下，就是说，第一个我生病了嘛，或许说找一个相对来讲课业压力不是这么大的地方。因为英文在高职我们会戏称它为这个艺能科，它不是所谓的主要科目啦。那到这边来或许是一个不错的机会。那时候我就毅然决然，我就想说，那我就整个搬到高雄来，所以我就跳到了旗山农工。我觉得是跟这个学校还蛮有缘分的。那在那边服务了6年哦，带过2届的学生，跟学生的相处，你会发现需要走入他们的生活当中，你才有办法去在生活上，因为我们很多学生是需要生活上老师的帮忙，实质的帮助到他。在这段服务的历程当中啊，其实也给老师很多不一样的人生经验哦。虽然老师说是修养啦，不过呢，我觉得你在教学上肯定也是用了不同的心力去服务这些孩子，给这些孩子不一样的养分哦。那最后呢，我们想要请校长来跟我们聊聊，就是说旗山农工呢在办学上面有哪一些的特色，跟未来有哪一些的发展方向。那我们学校从1928年设立以来，今年已经是超久了，当然不是最老的，我记得还有更老，我记得是熊山吼，是吗？其实我忘记，好像是熊山，好像是最老。但是1928年其实也真的很老。1928年什么时候呢？历史老师上升2战前，二战什么时候呢？1938年。所以呢，仅仅过了10年后就发生了2战，我也不知道我们学校有没有被炸到，你知道吗？好，开始。迈入第97年了。整个大高雄地区来说的话，应该也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所学校。更重要的是，我们以农业跟工业这2个类群为主，尤其是农业类的部分，是我们大高雄地区唯一一所完整农业类群的学校，包含有农场经营，还有植物类的园艺、动物类的畜产保健，还有食品科跟家政科。我们的校地应该也是全高雄市高中职校里面算最大的，有11多公顷，几乎是以一所大专校院一科一馆这样的规格，在设备环境方面可以说是相当的不错。各科的运作里面，我想在专题制作方面的能量也很强，所以在分区的科展里面，透过老师的指导、科展作品以及专题，让孩子呢也都有一些能够展能的一个机会。当然啦会到职校来的孩子，一般而言在国中的阶段，或许在学科方面会有比较多的挫折感，到学校来有时候会觉得比较不是那么自信，甚至我想
或许大部分同学都不是以我们旗山农工为他生涯的第一志愿啊。不过我想我们每一个老师一定都是以每个同学为第一志愿，包含我们这个英文课的戴一群老师啊哈，一生一故事啊哈，一个学子也是一个世界。我们每一个老师哈都绝对有专业跟热忱哈，来陪伴每一个同学走过他最具挑战性的青春年少，做到适性扬才。我想就是我们学校教育，甚至我们旗山农工想要努力的一个最大的方向。是，我觉得在技校里面呢，其实可以提供不一样的学习跟成长哦。旗山农工我觉得很棒的一点是，就像刚刚在跟校长聊天的时候，校长也有提到啊，有校车，而且校车是免费的。我觉得这一点好心动哦。可能我在学生时代的时候，我竟然没有发现这件事。因为像我们即便念的公立高中，可能在偏远乡区，我们也是要去负担校车费用的。在一个非山非市的学校里面有这样的资源，其实可以引进更多不同市区的孩子。如果对于技能方面是有兴趣的，尤其是对于农业相关科系是有怀抱热忱的，旗山农工也许是一种选择，提供大家不一样的参考。那今天非常高兴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潘志强校长以及戴一群老师来跟大家做分享，希望大家呢有机会可以来看看旗山农工的校地，去学校参访也好，或者是说呢你想要了解更多不同教学现场的故事呢，可以来翻阅戴一群老师的这一本《老师的第8节课》。那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了2位，谢谢2位，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非常的好哦。我们现在听完了整整16到17分钟的这个访谈，这个 podcast， 其实我心里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欣慰啦哦。那另外呢，我校毕竟也是一个全高雄最完整农业体系的一个学校，我觉得大家如果对于农科有兴趣，刚好你又住这个比较偏僻的地方，欢迎来啊！虽然我是工科的啦，但是我觉得我读的这个科系这个人也太多了，那好吧，就这样子吧。希望校长如果你有时间有机会来上我的节目啊，谢谢大家，谢谢。